香港保安局根据香港国安法冻结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部分财产，包括他持有的香港一传媒股份。一传媒周一起开始停牌。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冻结黎智英财产资产是充分考虑了现有掌握的资料，依法做出的决定。他强调会严厉打击任何违反国安法的罪行。香港一传媒上午发表声明称，一传媒于17号上午9时起短暂停止股份买卖，以待公布有关香港保安局冻结控股股东黎智英持有资产及一传媒股权的声明。保安局14号发布公告表示，保安局根据香港国安法实施细则，发出冻结财产的书面通知，冻结黎智英资产，包括其持有的一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份，以及其拥有的3间公司位于香港银行账户内的财产。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今天傍晚就召开记者会，就不停遭到记者的追问冻结黎智英资产的理由、冻结一传媒的股份会否会影响新闻自由等问题。那李家超就再三强调，自己是经过充分的考量过手上所掌握的资料。根据香港国安法下的条文，如果保安局局长认为有合理的理由，怀疑某些资产属于危害国安有关，就可以书面发出冻结的通知。而冻结资产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的举措，也是一个国际公认的制止和惩治的行为。他强调，危害国家安全是严重的罪行，将会追究到底。當保安局局長有合理理由懷疑某一啲資產係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相關罪行嘅財產，我可以以書面去發出一個凍結嘅通知，係會嚴厲咁用法律嘅有效手段，確保呢一啲行為係會面對法律嘅制裁，而凍結資產係重要嘅一個措施。確保到我哋可以防範同埋制止呢一啲嚴重嘅罪行。黎智英持有一傳媒大約71%的股份，按上周五收市價計算，市值大約3.5億港元。虽然黎智英已经不是一传媒的董事，但是一传媒是长期依赖黎智英私人借贷来支持运作的，所以事件是对一传媒未来的财政影响以及运营的状况会否受到打击都备受关注。我们也留意了一下今天的市场分析评论，那市场就一致认为，倘若大股东的资产被冻结，公司未必能很快的复牌。一来港交所可能会提出更高要求的复牌指引，譬如像是提交公司的现金流的情况，证明是否仍然适合上市，会否影响公司发展的前景等等。前几日，一传媒工会已经逼宫，要求管理层尽快派遣遣散员工。诸多香港市民对黎智英资产被冻结拍手称快。还有议员表示，收到大量市民意见，希望执法部门继续调查黎智英过往交易记录，以真正冻结他所有涉案财产。2020年8月10号，香港警方拘捕乱港分子黎智英等7人，对一传媒总部大楼进行了搜查。2020年12月11号，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正式起诉黎智英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并于2021年4月16号加控黎智英2项罪名，包括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及串谋作出并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的作为。黎智英被判入狱12个月。4月19号，黎智英再因一宗发生于2019年10月1号的未经批准集结案受审，该案周一也在香港区域法院再次展开审讯。上午，黎智英由囚车押解到区域法院受审，包括黎智英在内的10名被告陈浩环、李卓人、梁国雄、何俊仁、杨森、何秀兰、吴文远、单仲恺及蔡耀昌，他们被控于2019年10月1号组织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10人均承认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部分承认参与罪。陈浩环、李卓人、梁国雄及何俊仁另被控于2019年9月30号在中环终审法院外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他们也承认控罪。73岁的黎智英共被控11项罪，其中涉嫌违反国安法的2宗罪可判终身监禁。同时，他因涉嫌协助李宇轩弃保潜逃离港，被控意图妨碍司法公正，涉嫌刑事恐吓某报记者。虽然早前被判无罪，但律政司已提出上诉。他还被控2项组织、1项煽惑及3项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余下还有串谋欺诈等罪名。另外，
隶属于一传媒的台湾苹果日报也走到终点。台湾苹果日报14号宣布，因经营亏损，5月17号将一份纸质版的苹果日报出版后，5月18号起停刊纸本。2003年进军台湾的苹果日报专挖名人隐私，主打色情报道等，冲击了台湾报业形态。但近年销售量锐减，屡传缩编裁员，易主转卖。内部消息称，苹果员工801人，预计裁员326人。至于被问到有传言指当局将会取缔苹果日报，李家超就表示，在香港一切依法行事。對於個別組織，我哋點樣處理佢？如果呢一個組織喺我哋香港嘅法律有相關嘅條文去處理呢，我哋係會依法處理佢嘅。另外，今次我哋所採取嘅行動係依據法律去打擊一啲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同新聞工作係冇直接嘅關係嘅。央視網發表評論稱，此次黎智英財產被封，他既無法再動用資金，也無法把資產變賣或者調走。股份凍結後，更無法通過賣盤套現，也無法通過抵押股份來獲取貸款。在這樣的情況下，蘋果日報的資金鏈遲早要斷，秋後的螞蚱也蹦跶不了幾天了。人民日報也發表評論，題為凍結黎智英財產，打中了反中亂港勢力7寸。評論說，黎智英財產被凍結，實乃咎由自取，純屬依法處理。作為叛國亂港四人幫之首，黎智英近年來興風作浪，禍港亂港從未停歇。黎智英利用所謂的媒體老闆身份，為反中亂港團體充當保護傘和中轉站。如今對身負9案11罪的黎智英採取相關措施，可謂是於法有據，有法可依，更是當務之急。